剛要錄節目前，看到一則非常暖心的事情，也跟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達賴喇嘛出了一本新書，叫做《為無聲者發聲》，內容敘述他本人與歷屆中國領袖打交道的歷史。而在這本書中，達賴喇嘛第一次表明，他將來登出人生 online 後，如果轉世，那他的繼任者會誕生於自由世界，也就是中國以外的地方，以此來告訴他的信眾們，以後不用到中國找他的繼任者，因為那裡沒自由。本來這事情也沒什麼，就屬於個人宗教信仰嘛。結果殊不知，中共聽到這消息，急得跳腳，說轉世也是需要經過黨同意的。即使達賴是一個披着宗教外衣、從事反華分裂活動的政治流亡者，根本無權代表西藏人民。中國政府頒布有《宗教事務條例》和《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尊重和保護藏傳佛教這一傳承方式。包括達賴喇嘛在內的活佛轉世都應當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遵循宗教儀軌、歷史定制，按照國內巡訪、精品撤遷、中央政府批准的方式產生。人家就是被中共迫害才逃離中國，死後要是能轉世，哪還會想投胎去牆內？活着的時候逼你當牆內韭菜，連你人走了，你到陰曹地府都要管你投胎，我真的是看到笑出來。那我們先進一段片頭曲。每周送關懷，滿心送關愛，粉紅特報充滿愛，趕快訂閱起來，有孔不入，愧對父母，別說態度，空中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這打入。今天影片一開始要先提醒大家一件事，中北部大罷免第二階段已經開始了，各位朋友請記得去加入聯署。第一階段有簽名聯署過的，第二階段也同樣要去簽哦。若是第一階段你沒聯署到的，第二階段你一樣可以簽名加入罷免，軍公教也能簽第二階哦。麻煩各位加入罷免聯署，上網搜尋一下你家附近的聯署站，時間其實滿級了，大家有空就去處理一下，不要拖哦。這是台灣人今年最重要的任務，同樣也是台灣歷史的轉捩點。不趁現在罷免掉那些親中立委，之後3年台灣只會一路倒車赤化，他們會更肆無忌憚地推動親中法案，降低中共親台成本。我們不要放任這種事情發生，大家很快加入聯署。那過去1年來，我們一起了解了中共統戰對台滲透手法。除了我每周影片講過的之外，去年12月還有八炯團隊用心拍攝的中共統戰紀錄片。相信現在大家對於中共的滲透手法以及相關統戰知識，都比過去1年來得更清楚。我們在這方面都進步成長了。因此，今天我想請問各位觀眾朋友一個問題：如果我現在提到鍾明軒，各位對此人的看法是什麼呢？如果你和我一樣是不喜歡中共的朋友，那你對他的印象應該不會太好。因為此刻的我們來看鍾明軒這例子，就會想起先前他到中國拍片當大外宣，事後被質疑是不是在充當中共對台統戰樣板。這事情當時在台灣引起不少討論，特別是中共國台辦後來居然還跳出來替他發聲，根本是此地無銀300兩。與其天天天以訛傳訛，不如親身來大陸走走看看，找尋答案。大陸與台獨勢力綠媒名嘴所說的不一樣，大陸很進步，很有趣，大陸同胞很親切，很熱情，就像鍾明軒所說的，東西好吃，城市發達，人蠻熱心。以及之後統戰紀錄片中，中共黨媒海峽導報在講到有哪些網紅可以合作時，海峽導報自己提出鍾明軒的大名，說會去聯絡他。還有鍾明軒拍片嗆八炯攻擊統戰紀錄片，罵說那影片是劇本，說自己聽力抗中保台等事件。所以現在提到這人啊，我相信價值觀跟我類似的朋友，你很難對他有什麼好感，因為北國囝嘛，跟我被恭維。實際上抗中保台也根本不是劇本，是台灣人被中共威脅不得已的反擊。而我自己是在做這塊議題的人，對這類事情本來就比一般人
人更關注、更敏感。所以當我發現居然有一樣在反共的人，在經歷這些事情之後，居然還是站在鍾明軒那邊替他說話洗地時，我心裡直覺就不對了。不過我先前一直沒說，因為我還需要觀察。但後來我說出來之後，發現也有不少人跟我同樣看法。事情是這樣的，本周八炯在脆上發了一篇文，說一位中國籍時政 YouTuber 陳老師，也就是陳宇正的影片內容有誤。當時八炯貼文的大意是指，台灣表面的那些人拿的是台灣居民居住證，而林金城、蘇世恩等人拿的是中共居民身份證，已經科普 N 遍了，請大家不要誤傳，指出陳老師影片內容有問題。而看到這篇文後啊，我就在底下留言，表達了自己作為一位觀眾對於陳老師頻道的看法。陳老師最初開始挺祖國沒人時，還能當他誤判，但等大外宣都完全不演了，也沒看他對此特別說什麼，我就默默退訂了。但居住證跟身份證的事情，他自己原先不是中國人嗎？為啥會搞不清楚？我對此表示不理解。我說誤判其實已經算客氣了。下面就有網友貼出陳宇正跟鍾明軒的合照，這個時間點已經是大外宣事件發生後了，已經是中共國台辦替鍾明軒背書之後了。後來也出現不少對陳老師抱有相同疑問看法的網友留言，默默退訂加1。我也是，就是覺得怪怪的，甚至在祖國沒人那件事情之前，我就懷疑了。八炯的紀錄片那麼轟動，他居然沒有反應呢？這時候我覺得超級不正常，照理講不該是這樣的反應。最後那個更誇張，我們台灣人光看八炯紀錄片都可以懂的東西，他一個原住民能不懂，很神奇。陳老師好像有疑似挺柯文哲的感覺，那時就不再看他了，怪怪的。我那天看他當場配合川哲父子吵架的時事，一副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各種以美論談論台積電的事，一副想要嚇死台灣人的樣子，我就馬上退訂了。我從他在 IG 開始 po 祖國沒人合照相挺時就退訂，不再看這個人。甚至有當初加過他會員的跳出來說話，這個人本身問題就很大吧？當初把我們這些會員在群組裡面有不同意見就退群，然後還要被講得多不堪，他還要假裝是別人用他賬號講的，在群組不斷改名字，跟群組裡面一些人羞辱訕笑式的講曾經支持他的人，說我家裡辦喪事所以退群，還罵有些台灣人垃圾，在阻止他拿美國身份，罵完還假裝不是他本人在回復，想規避責任，整個屁孩行為。反正這些我都保留着，我就等唄。陳他挺王志安的時候早就退訂，這些假貨就看你能演多久。還有很多我就不一一念完了，稍微看了一下，真的蠻多的。而就在八炯這篇貼文下，陳宇正出來講說自己沒搞錯，說八炯問他的這2種證件不是同一種，但都屬於同一個系統，分別發放給中國大陸居民、中國台灣居民。這邊我也提醒一下陳宇正，台灣就是台灣，不是什麼中國台灣，你不要跟我凹說什麼中華民國台灣，我們台灣自己都不會這樣講。那本來事情發展到這邊，對於眾人的疑慮，我以為他本人也一樣不會回關於鍾明軒的事，結果沒想到陳宇正回自己的頻道，特別花時間拍片，但不是好好說明鍾明軒的部分，而是針對我留言的部分截圖，然後說要是覺得不爽的話，自己去罵就好了，表示鍾明軒是他朋友，因為這樣他覺得沒必要去罵。他講到這邊，我都覺得勉強合理，雖然他想法對我而言很相怨，很搞不清楚狀況，但他隨後卻開始想帶風向，呼籲他的觀眾幫他嗆回去，叫他的觀眾來罵我，片尾的部分再罵我一句 I love you。那這人這種做法反而讓我覺得更可疑了，我一定要好好說一下這部分。今天陳宇正如果只是一般人，那我觉得他不想評論自己朋友舔共的行為，我可以理解，前提是他是一般人，但他現在是一位50萬訂閱的網紅，有一定影響力，而且他是靠着台灣人，特別是台派的支持者起來的。我覺得你本來就該對你的觀众交代清楚這一部分，而你會被人點名不是沒有原因的，是因為過去你先幫鍾明軒說好話還不止一次，連當鍾明軒不演了變大外宣之後，你一樣公開造挺，因此別人對你有疑慮，是因為你前面有做這些動作啊。如果你要說我的個性就護短啊，他是我朋友，我不想講他，好哦，你要這樣選擇可以，但這樣你就不能怪別人質疑你嘛。而且當初也沒有人逼你出來挺大外宣好嗎？是你自己選的。再來，也沒有人要你用罵的，你做時政評論可以好好評論這件事就好，你只要針對他做的那件事去講就好了，沒有人要逼你亂罵好嗎？而這整件事你本來好好說明就能解決，卻反其道而行。當觀眾提出疑問時，你選擇不回應核心問題，而是對留言者進行人身攻擊，這樣只會讓質疑聲音變得更大。以及照你的邏輯，假設中共體制內也有你的好友時，在對方做出傷害台灣破事的情況下，那你會不會同樣因此刻意不談你好友的行為？陳老師，你寧願花時間在影片中針對我提出尖銳批評，卻不願花時間針對自己好友鍾明軒過去1年來與中共宣傳相關合作進行討論。對我來說，作為時政評論者，你在這方面絕對是扣分的。你在這塊上要護短，那你有什麼資格罵其他小粉紅？就事論事嘛，不然今天其他小粉紅來跟你當朋友的話，他傷害台灣，你是不是也就不評論了？僅僅因為私人關係而選擇不探討一個
牽涉國家安全與民主價值的議題，那這樣很危險。你說的話就完全沒說服力，跟你有關係就沒關係，那跟中共體制內的尿性有什麼差別？台灣面對中共的威脅是真實存在的，可沒有空間讓你在這邊相怨，讓你在這邊當兩岸牆頭草。你有時間拍片罵我，我想你之後肯定也有時間看到這影片，但我怕你看不到，所以先特地發了一篇文標注你。至於其他人指控你曾發表挺王志安、挺柯文哲等言論，散播醫美論，以及你的頻道會員對你提出了疑問就被罵狗，本周嘲諷台灣人想開戰、盲目自大等等，這些我都先暫時不提。作為曾經也是你頻道觀眾的我，希望陳老師能先好好說明以下3個問題：一、為何對鍾明軒相關議題保持沉默；2、是否會因為私人情誼而影響評論立場？面對大外宣被中共國台辦聲援，您又有何看法？期待您的回應，並希望我們能以事實和理性展開討論，而不是又換來你一句 I love you。那我也好奇大家對於這件事有何看法，歡迎影片下方留言。對我而言，作為一位台灣人，這類情況是有陰影的。一邊說反共，一邊替中共大外宣護航的人才最可怕。這就是所謂的小罵大幫忙，而且當世界各國都在走戰略清晰，逐漸站隊劃清跟中共的界限，此時還在是非不分的，根本莫名其妙。我們台灣經歷過立場大反轉的館長鍾明軒等人，真的不能再養出其他這類人。那今天影片接着帶各位看幾則暖心的國際消息。本周日媒報道，近日有日本國會議員向政府提出質詢，詢問日本議員是否有義務遵循中日聯合聲明中提到的日方充分理解並尊重的中方立場，即包括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等。會有這個質詢，是因為去年台灣舉辦520總統就職典禮前，中共駐大阪總領事館發言人薛健發文，要求日本朝野國會議員、地方首長及地方議員等不要參加，說你們若參加就違背中日聯合聲明，以此阻止日本官員去參加台灣總統就職典禮。結果對於這情況，日本內閣石破茂就回應，中日聯合聲明不具有法律約束力，所以日本議員訪台活動不會因此構成限制。太暖心了，日本人也是明白人，懂得用魔法對付魔法。先前中共才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破壞香港一國兩制，還強推港版國安法，中共自己要這樣沒誠信，別國也看在眼裡。現在日本說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約束力，也不過分吧？中英聯合聲明簽署的時間是1984年，中日這份則是1972年，中英聯合聲明都能當歷史文件了，中日聯合聲明年代還更久遠，肯定歷史文件的嘛。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而中共外交部聽到日本這樣說氣得跳腳，批評日方企圖在台灣問題上模糊歷史事實，嚴重誤導廣大日本民眾，向台獨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我也查了一下，其實日本也不是第一次這樣說了，之前另一位內閣小泉純一郎在平成18年，也就是西元2006年時也說過一樣的話，認為中日聯合聲明不具備法律效力。我是日本政府，我就再補一句，請中國不要干涉日本內政，我們要跟台灣交流是我們日本的事。與此同時，這幾天7大工業國進行外交部長會議，簡稱 G7， 成員國有美國、德國、英國、法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歐盟也有參加，不過歐盟非正式成員。G7 會議後發了聯合聲明，表示強調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重申反對任何單方面透過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的企圖，並支持台灣有意義地適當參與國際組織。而且聲明特別刪除了過往都會提到的一中政策，顯示各國都在挺台，國際社會對台灣的認可正在提升，這對台灣來說是一個積極的信號，有利於拓展多元的交流與合作的管道。所以今年對台灣來說真的很重要，我們台灣人自己該做的要好好做，不要放任親中立委在國際上散播錯誤信號。再次提醒，趕快去加入第2階段罷免聯署，第2階段罷免軍公教也可以加入聯署哦。那今天影片後半段帶各位來看幾則送頭留言。孩子千萬別買5星紅旗哈，我們過來的時候好揍你，哈哈哈哈！我是孩子，你不就傻子？你想多了，別說叫我買了，送我當腳踏墊都不要。但從你留言來看你心裡也清楚，台灣是中華民國國旗，不是拿5星旗，那說明什麼？你辱華了，這不就代表你知道台灣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嗎？抓到台獨分子！你也清楚台灣和中國是不同國家，所以從你的粉紅言論來看，你自己承認了5星旗不屬於台灣，還變相替台獨立場站台，這就是你最真實的心聲，被我聽出來了。不然你不會有這樣的發言，叫別人別買5星旗，而應該是會直接認為台灣本來就差5星旗。歡迎其他小粉紅們檢舉這位台獨分子。霍特，你是日裔嗎？中華民國從來沒有這麼壞的種，不是會講日文就是日本人。我是台灣人，是什麼邏輯啊？你語言能力差是你的問題，不要隨便更改我國籍。霍特，你個鳥人，好過你強國韭菜根本不是人，就算是你頂多也是個賤人。你自己也夠惡心的，那女的你再看不
不慣把人家女兒掛出來，連馬賽克都不打，也是為了流量，沒啥底線。政治就政治，掛人家小朋友出來，真 TM 敗人品。這是我在上周粉紅特報底下看到的。當時我們在聊中配雅雅把他女兒也抓來拍片當中共大外宣的事情，對此我必須嚴正聲明，不是我主動把人家女兒掛出來，那是人家中配親媽自己發的啦。他媽自己都不打馬賽克了，我為何還要幫他媽打馬賽克？中配雅雅喊支持武統台灣，是傷害全台灣人家中的兒子跟女兒，他那才叫為了流量沒底線好嗎？沒看你說他媽半句是他個破阿姨哦，我那喝一數，影片好色情又變態哦。我覺得這跟我影片沒有關係，而是你是真的變態。Porter 老師這單元是在做時政評論，正經中帶幽默口吻的風格，富含寓教於樂意義。那你是怎麼有辦法當成年片看的？這已經超出我的理解範圍了。OK， 今天網絡用的夠多了，今天影片就先聊到這邊。喜歡我的影片，請幫我按讚加訂閱，也歡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頻道會員功能支持這個單元。我是波特王，我們下次影片見，拜拜。